大家好，我是阳光，今天为大家做一道西餐年夜菜——惠灵顿牛排。这道菜看起来呢很复杂，其实并没有太难的技巧，只需要一些耐心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开始。首先我们来处理牛肉，这道菜用的是牛里脊。可以看到这块肉叫做头，还有里脊本身。有的时候这边会有一条肉叫做链，我们先把头分开。接着呢，要把这个亮亮的筋膜去掉。先做个切口，然后把里脊翻过来，刀刃向下，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少掉里脊肉。就像这样啊。再翻过来，把剩下的一些筋膜和过多的肥肉切掉。我们要的是里脊的中段，最嫩的呢其实是靠近头的地方，但是中段更均匀，所以成品的效果会更好。由于酥皮的尺寸限制呢，我们量大约15公分的牛肉。为了让形状更均匀，我们用棉线把肉捆紧。接下来我们要煎肉，把锅预热到很烫，牛肉一定要尽可能的干，撒上盐和胡椒之后直接下锅。牛里脊是牛身上最嫩的部位，但是相应的呢，它的味道也比较淡，所以我们做这道菜的思路是要保持牛里脊的口感，同时呢引入更丰富的味道。煎肉就是第一步。有人说煎牛排可以锁住肉汁，其实这些都是歪理邪说啊。煎肉的本质是通过氨基酸在高温下发生的美拉德反应，产生更多的风味物质。这一步一定要快，大概2分钟就行了。出锅之后，我们趁热刷上黄芥末酱，让肉有一点酸度和辣度。接下来我们拿同一口锅煎鹅肝，调味之后煎到上色，然后出锅备用就可以了。锅还是不要洗，一会儿呢我们还要接着用。就像这样啊。下一步我们来做蘑菇泥，叫做 duxelle。蘑菇的种类不受限制，今天我们选了4种，还要搭配一些香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切蘑菇，先把伞形的蘑菇的盖和柄分开，然后切片。再拿出2把菜刀剁碎，大家尽量剁得碎一些，均匀一些。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当然家里有厨师机的可以直接用厨师机打碎，更省力。我们的牛肉呢要搭配1斤左右的蘑菇，建议大家稍微多准备一些。我分了2批来剁。最后得到这样的一盘蘑菇。那么我们再把刚才的锅拿出来，开始煎蘑菇。这一步的目的呢是把蘑菇里所有的水分都赶走。如果做的不彻底的话呢，你的惠灵顿不容易成型，尤其是底面可能会散掉。这一步是整道菜成败的关键，大家千万要有耐心啊。Cheers！ 记得加一些盐调味，同时也让水吸出的更快。我们加入2瓣蒜的蒜泥，然后放1根辣椒，整条的就行。再加入百里香的叶子部分。我们小火慢慢来煎，整个过程大概要20分钟左右，然后再加一点酱油和味淋，引入一些复杂性。等到水分完全蒸发掉，把辣椒捞出来，蘑菇就可以晾凉备用。那么在等蘑菇降温的时候呢，我们暂停一会儿，来稍微分析一下惠灵顿牛排的结构。最里面是牛肉、鹅肝和蘑菇，最外面是酥皮。做这道菜最容易遇到的2个问题呢，第一是水分太多，酥皮不成形；第二就是牛肉太老了，丧失了里脊软嫩的口感。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，这道菜里面的牛肉、鹅肝、蘑菇、火腿都会有汁水，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些水分和酥皮，尤其是酥皮的底部隔绝开呢？经过充分的研究和实验，我认为效果最好的是 Kenji Lopez Alt 提出来的 Filo 面皮，它非常的薄，也不会影响出品的风味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激动人心的组装环节了。我们借用 Gordon Ramsay 的保鲜膜组装法，先叠2层 Filo 面皮，接着呢重叠的码上帕尔马火腿，这个咸鲜味是非常好的。上面均匀的铺上已经完全冷却的这个蘑菇泥。接着呢，我们在最终要放牛肉的这个底部撒上面包糠，
进一步起到吸收水分的作用。然后我们均匀的磨一些黑松露在上面。棉线去掉之后，我们把牛里脊放到面包糠上面，然后在牛肉上呢均匀的码好切碎的鹅肝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增强风味。那么我们如何区分上下呢？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拿马克笔标一下，我们标在保鲜膜上，不会把墨水吃到肚子里大家放心。接着我们利用保鲜膜来卷，尽可能的紧凑，两头我们也折进来，像这样。家用的保鲜膜比较小，我们再把两端加固一下。然后像这样卷，把空气排干净，让形状呢更均匀。然后把整体放到冰箱冷藏里，至少半小时定型。接着我们把2颗鸡蛋的蛋黄和蛋清分开，蛋黄打散之后备用。我们再把保鲜膜拉出来，铺上解冻好的千层酥皮。买到的酥皮不够大，需要用2块，这个没关系，我们让中间重合的部分多一些，这部分呢会是我们成品的底部，2层更结实。我们刷上1层蛋黄，然后用擀面杖擀一下，让酥皮结合得更紧密。接下来我们把半成品的惠灵顿放到酥皮上，注意刚才标好的底部朝下在酥皮里面刷上1层蛋液，然后用同样的方式卷起来，记得要再标一下底部。然后我们把多余的酥皮切掉，2头也折进去，有需要的话用蛋液粘一下，或者切一小块酥皮封口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重复刚才的方法，排出空气，封紧，放到冰箱里定型至少1个小时，最好可以隔夜。其实你提前1天准备都是可以的。准备烤的时候，我们先把烤箱预热到200或210度，接着拿出1块烘焙纸，然后在整条惠灵顿上刷上蛋液，这样成品才会非常的金黄。其实现在呢就可以拿去烤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再装饰一下。今天我决定做一个工字拼的花纹，拿一个3刀的刀背就可以，注意控制力度，不要刻透像这样。进烤箱之前，我们撒上粗粒的海盐，让这个酥皮能够尽可能的酥脆。我们把预热好的烤盘拿出来，然后把惠灵顿连同烘焙纸一起放到烤盘上，这样底面在最开始的时候会更快的受热，也就会更快的成型。放到烤箱里面半个小时左右酥皮起酥之后，我们拿出来量温度，把温度计插到整条惠灵顿最中心的地方，我们想要的结果是40到43度左右，现在还不到，我们再烤一会儿。建议大家量的勤一点，最后几分钟牛肉的升温会比之前快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。等我们的牛肉到43度之后就烤好了，一共呢大约用了40分钟左右。然后我们需要让牛肉休息，在架子上呢空气会流动的更均匀，这一步千万要有耐心。虽然惠灵顿牛排的香味会一直诱惑你但意志必须要坚定，至少休息20分钟左右，最好是半个小时。我们欣赏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。这段时间里，牛肉会重新吸收肉汁，同时呢继续升温，最终达到54度左右，也是最适合里脊的一个 medium rare 的温度。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大家看多么完美的剖面。注意惠灵顿不要切得太薄，我觉得惠灵顿本身的味道就已经很丰富了，不需要搭配酱汁。最后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和 B 站账户，都是阳光建筑师。相信科学，享受生活，咱们下期再见。